外国人对中国的属相不了解，能扯出多少乐子，你都想不到。我的婆婆温迪65年生人，属蛇，但她自己不知道，她一直以为属相这个东西吧是自选的，所以在来中国之前，她一直认为自己应该是属龙。直到去年第一次来中国，非常开心跟我说她属龙，我心里一算不对，我说温迪，我爱你，你先冷静一下，你先坐下，有个事儿呢，我不能再瞒着你了。你属蛇。温迪听完之后疯了，谁属蛇呀？你才属蛇呢，谁定的这事儿啊？我说没事儿，温迪，人有人管蛇叫小龙，也都差不多。温迪说你拉倒吧，那李小龙咋不叫李蛇呢？李蛇呢？温迪还没等接受自己属蛇这个残酷的现实呢，又被我妈给吓着了。见着我妈说温迪你属啥呀？温迪说他们都说我属蛇。我妈说啊，那你今年58，挺年轻啊。我婆婆当时惊呆了，就她完全不懂我妈是怎么在得知她属相的下一秒就算出了她的芳龄的。她以为我妈是一个什么萨满巫师搁这算命呢，还试探了一下我妈说那旁边那个吹唢呐这个男士你属啥？吹唢呐的人说我也属蛇。温迪问我妈那他多大？我妈说他那46呗。温迪后背一身冷汗呢，就拉着我说他是怎么知道一只蛇和另一只蛇之间差12岁的？哎，你妈有这种神算别人年龄的特异功能，你平时不往出炫耀吗？我说是，你也谦虚点，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我告诉你。温迪回到加拿大，就向她的老公布莱恩宣布了这个噩耗。她原来不属龙，她属蛇。布莱恩也很震惊，说：“那我一直以为我属虎呢。那要这么说，我也不属虎呗。”温迪说：“哎呀妈呀，那要这么说可不是咋的？”结果俩人一查，布莱恩属鼠。温迪说：“完了，你这还不如我呢。”我说：“你俩是真有意思，本来应该是龙虎双雄，结果闹了个蛇鼠一窝，蛇鼠一窝。你说这扯不扯？”温迪就一直非常纠结属相这个事儿。她的好姐妹乃奥米来她家看她，还问人家属啥，人乃奥米说：“我属猪。”温迪还安慰人家说：“别上火，我属蛇。下次我去中国找人，争取把咱这属相改。而且我跟你说。”属相这玩意儿那才神叨呢！我亲家母你报属相来算你多大岁数？乃奥米说：“我不在乎我属啥，属猪我不生气，但是因为猪猜出来我64，那我不太开心。我要是看着能像46，你让我数塑料袋就行。”我说改属相这玩意儿也不能改年龄，但是有一些手段可以让你看着年轻一轮。你看我夜也熬着，肤也护着。这 HBN 晚霜我用很久了，抗老的同时特别轻盈温和，感觉皮肤更细腻。HBN 光晚霜就做了2次百人人体功效实测，还录成综艺公开全程，直接看效果。所以温迪第2次来中国就说啥要把属相这事给改了，要求非常强势，第1志愿是龙，第2志愿是虎，不接受调剂。I want to be a dragon。我爸说我不管这事儿，温迪说那我就只能找成龙了。我儿子跟他那么熟，我就直接去问问他，为什么他可以属龙我不能？他能不能帮我改了？ Who do I talk to? Jack Chat。然后我跟大白雪说，你赶紧最近就安排我去找他。我就把大白雪拉屋里，我说你妈为啥让你带着她去找成龙啊？你俩很熟啊？大白雪就有点不好意思了，说在这个问题上，我确实在加拿大那边描述的稍微夸张了一点点。我说你一共就见过成龙大哥1面，待了7分钟，照了1张照片，那你在加拿大那边是咋夸张的呢？他也不吱声。后来让我问出来了。爸爸说他跟扎 T 是好兄弟，一起出去吃烧烤什么的。那 T 是真的吗？对呀，我也去了，我也去了。哎呀妈，我太委屈了。就前一段时间我应邀参加一个活动，然后主办方就要求我穿一个蓝色的克莱因蓝晚装出席。完你说如果买呢，就穿完这一次就只能给我当房媳妇看，那你说白瞎。然后我就灵机一动，我跟我同事说，我说你去联系一下那些什么就设计师工作室、就服装工作室啥的，完事借我一件这样衣服，然后我到时候给他穿，这不也属于一个推广吗？品牌推广。我同事说对呀，你这大小姐咱也是女艺人，我去跟你谈啊。结果呢，快1个月过去了，每次我问他我说咋回事，衣服借着没，他都搪塞我。后来我急眼了，我说告诉我克莱尔你在拖什么？1个月借不来一件衣服，然后就给克莱尔整的实在是太委屈了，就是实在憋不住了，拿出了一个截图说姐，我是怕你伤心，他们是这么说的。亲爱的在呢，不好意思啊，我们考量了一下你们家的艺人，是这样子，我们平时都是借给像关晓彤啊、倪妮啊这样的女明星，然后呢，像你们家这位很接地气的杨彩玲女士，并不是很符合我们品牌的调性呢 ，sorry。克莱尔怕我当时看完骂人，就赶紧跟我说姐，是他们没有礼貌，是他们不懂事，你千万不要跟他们生气啊。我说我没跟他们生气，我跟你生气，我要是他们我也不借我。你说你借个衣服，你管平时借怪我那工作室借什么玩意儿呢？人家说我说的已经很客气了，还说我是接地气风格，他们眼中我应该就是土地佬风格，反正待遇真是不一样，就跟接广告都是，就是人家美女明星是啥呢？就是我们家的艺人人设是高端、知性、冷艳，你客户爱找不找？我呢也有商单找我，你比如我当时挺着肚子上完奇葩说之后，连着3个商单追着我给他们做推广，一问全是盆底肌修复的。我说你们为啥全找我呀？他们说因为你的人设很清晰，就定位很精准。我说我是什么人设呀？他们说就大概就是盆底肌松弛这么一个人设。我说首先我不是不想挣钱啊，但是关于这个问题呢，就我想问一下，就这个盆底肌搁哪呢？他说盆底肌嘛，你肯定是在盆底。我说我觉得我盆挺好，是个好盆，我不需要这玩意儿。
还有一次，就我刚入抖音那阵儿，就粉丝还不多，当时没有人找我推广，我自己就胡了吧唧就推广自己，听着没？就这个事儿你也得就是向我学习一下，就胡了吧唧自己就推广自己。有一天晚上我刷短视频，就看有人推那个 HBN 的晚霜，我当时我着急了，就他为什么不找我呢？为什么不找我呢？我也在用啊，他测评我也可以测呀，就我为什么不行呢？但我不知道找谁，想来想去，我上人家 HBN 线上旗舰店找人家客服去了，上了人客服就叮咚在大亲，请问有什么需要吗？我说，我觉得你们在寻找推广者的时候，不要老寻思谁好看谁有名，你再好看再有名，你跟这个观众之间有这个距离感，你们也要就是把这个和粉丝的这个亲密关系纳入你们的考虑范围。就比如说去寻找一些那些就不打针不吃药，坐那儿就是陪你唠的那种唠嗑博主。比如我，你们家的产品 A 醇吗 ？A 醇我也知道，就现在公认的抗时光、抗老化的黄金成分。然后你们家专研的还是双重真 A 醇，所以它效果更显著。注意一下这个知识点。人家客服以为我有精神病，说听你的问题的描述应该是已生货，所以这个问题应该属于售后。但是主动推销自己肯定是有回报的，你大不了尴尬的是对方。最近好在就是 HBN 自己主动找到了我，说想不想试用一下他家产品，给个回馈。我说我都用半年了，你才找着我，今天算你们慧眼识珠，也不枉费我用素颜给你们展示一下。咱先不说别的，就你皮肤如果本身不够滋润，就这些爱长这个小干巴褶的地方能给你撑开很多。然后你注意我这个盆底肌，就是苹果肌，说错了。是不是维持的其实比盆底肌紧致？然后他说，那你既然用这么长时间了，那我们还用给你寄邮寄试用装。我说那可不行，你一码是一码，你赶紧给我寄2瓶，我脸大。我婆婆温迪跟我爸去市场买鱼，非买死鱼，给我爸气完了。我婆婆这次来中国是带着遗产来的，咋回事呢？我婆婆到了我家，我爸就说晚上出去吃饭。温迪呢以为得 AA 制呢，就有点犯怵，跟我爸说，其实我是很会做饭的，厨艺这个领域属于西海岸小旋风，你只要领我去趟超市就行了，我好好给你们露一手。我爸说那也行。温迪说，哎，对了，哥哥，你会做饭吗？我爸说不会，可以给你打下手。然后俩人就买菜去了。到了超市，我爸想先买条鱼，温迪到鱼区看懵了，跟我爸说，他们怎么都是活的呀？我爸说对呀。温迪说，哥哥，咱们买死的呗，就买这2条死的。你说你做的鱼，反正也得死。这2条，哎，死完了，搁这躺着呢，正好。我爸说，我买什么死鱼呢？我肯定得买活鱼现杀呀。温迪说，那你的意思就必须得死给我看呗？挺奇怪的，你这个人，有现成的死鱼不要，得找那个活鱼死给你看，什么逻辑？你这个人。然后买完东西结账，温迪拿着买的东西说，我去付款。我爸说不用拿，能用你呢，我来。温迪说，我不用，我来。我爸说，我来。温迪说，我来。俩人就撕巴上了。我爸一看人周一圈看着呢，怪不好意思，说行，别撕巴，你来。结果温迪拎着自己买的4根葱就结账去了，把自己的结了，给我爸撂那儿了。我爸在后边推个车，老头没反应过来呀，怎么说呢？大受震撼。然后俩人就回家开始做菜。温迪呢就把他的传家宝，了解我的人可能知道这个传家宝，就是他姥姥给他留下的一个菜谱。这个菜叫脂肪烤面，它一共有3个食材。温迪做了能有400多遍，但是每次做之前都得把这菜谱从小匣里头拿出来，一样对。这次人家很有诚意啊，把这个他姥姥留下的脂肪烤面菜谱抄成了一个手抄版带到了中国，还从加拿大带回来一套量杯和量勺，然后就开始称开始量，然后跟我爸说了，就是这样，西餐它就是比中餐复杂，你也不用震惊我是怎么做到的。哎呀，也是时间来磨呗，我毕竟带大很多孩子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我爸在旁边你说的对。然后老头云淡风轻在周围切菜腌肉，全是准备，也不开火。然后温迪问，哥哥，你不是也要做菜吗？你怎么还不开始呀？我爸说，灶台你先用，我不着急。最后温迪啥都准备好了，放进烤箱，说还有45分钟，我爸才开始。但是你们懂这个道理，他前期准备功夫都已经做完了，1个小时8道菜全上桌。经历了大概3个小时，温迪的脂肪烤面和土豆泥也上桌了。温迪说，我不懂，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开始呢？我爸说，我跟你一起开始，我菜不就凉了吗？温迪不能理解8道菜一起上这事儿，就问我爸，你这豆腐是什么时候炒的呢？我爸说，我焖鱼时候炒的。温迪说，那你鱼是什么时候收拾的呢？我爸说，你摆量杯时候收拾的。温迪说，那是什么让你觉得你不会做菜呢？我爸说，那是什么让你觉得你会呢？然后我爸一细问才知道，在澳大在加拿大呀，吃了脂肪烤面是好的，平时就是土豆怼成泥，土豆拌沙拉，实在便秘了来点西兰花。老吃这玩意儿营养能够吗？我爸说，你可别受他影响啊，那孩子营养很重要啊。我说我也很懒，我就直接给孩子安排天然博士分阶钙铁锌，认准英标 GB22570，一次就能吃进钙、铁、锌和7种维生素全面营养，身体强壮了，大脑营养也得跟上。拿铁一天吃1粒，这天然博士 DHA 藻油就正好补足 DHA 需求，它是金标纯藻油，独立包装。哎，好的藻油粒粒都是这种琥珀色的。然后温迪也是有点不太会说话，说你早咱在加拿大大半年吃的都是我做的菜，就是来中国你做的样数太多了，有点太杂了，孩子也有可能不适应。然后答也很直接，我不适应啥呀？你说如果你每天骑个自行车，有一天来个人把你车偷了，咔给你换个法拉利，你说哪有啥不适应的？我爸就跟温迪说，我得买活鱼，尤其是那个鱼的鱼头，我得给孙子做，吃啥补啥，你懂不？温迪说，我从来没吃过鱼头。我爸说，我看出来。